从5090到5070啊，50系相对高端的几款台式机显卡都已经推出了，现在终于该轮到5060 Ti登场了。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张卡它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啊？就像4060 Ti一样啊，5060 Ti也是拥有8GB 和16GB 显存两个版本的。那同时它也延续了4060 Ti的128位显存位宽、PCIe 8的连接速率。当然呢，他们也升级到了50系标配的 GDDR7 显存和 PCIe 5.0。那从核心规格来看呢，5060 Ti的CUDA大核心数目并没有比4060 Ti多出很多啊，只是 GDDR7 显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4060 Ti显存带宽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当你看到它的参数啊，你也知道这张卡的性能它肯定不会有惊喜。那我们这次评测使用的显卡呢，是来自微星的两张5060 Ti，分别是16G 显存和8G 显存的版本啊。那我们用的16G 显存的这张卡呢，是微星的5060 Ti硬派师16G 啊。那这张卡的体积相当小巧，金属外壳的双风扇散热模组厚度约为2.5槽，那整张卡的长度是非常小巧啊。PCB 有一些跃间，我们继续拆开这张显卡，你可以看到它用了一个3热管的散热模组，它的规格对这张180瓦 TGP 的5060 Ti来说应该是足够了啊。那我们之后呢也会来详细测试一下它的功耗和温度表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收到的这张微星5060 Ti硬派师 GPU 核心啊，使用了相变导热材料。显存导热垫看起来呢是类似莱尔德 HD 90000的材料啊，导热材料上用料在这个级别的卡上面是相当足的啊。那我们继续拆掉散热，这张微星5060 Ti硬派师的 PCB 可以说相当小巧，正反各4颗三星 GDDR7 显存组成了16GB 128位的显存规格。PCB 上搭配了一个单8 pin 供电啊，也预留了16 pin 供电接口的焊接位啊。那供电方面呢，使用了核心5项显存2项的规格。GPU 代号 GB206 300A1 GB206 的满血规格其实和前代的 AD106 可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5060 Ti上呢，开放了 GB206 完整的4608个CUDA大核心的规格。那这颗核心的面积仅仅181平方毫米啊，和前代的188平方毫米也几乎是一样的。那换句话说啊，这核心的面积和显存的面积差不多大嘛。那看完了规格呢，咱们就该实际来看看它的性能表现了。为了避免不同品牌型号的影响啊，我们所有测试的显卡都跑在公版频率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各种非公版啊、OC 版啊这些，只会比我们的测试结果更强啊。我们依然使用了980x3D 平台来避免 CPU 瓶颈，还找来了4060 Ti和3060 Ti G6X 两代60 Ti 显卡，来看看待机提升幅度如何。以及我们以为5060 Ti卖3000出头，所以对比的770 XT， 早知道就对比780 XT 了。那么先来看 3D Mark、TimeSpy 里5060 Ti 的成绩介于4060 Ti和4070之间，16000分左右的成绩呢，进步幅度不算大，和5070也有着不小的差距啊，也没能打败770 XT 啊。那么在 SteelNomad 里呢，成绩也依然介于4060 Ti和4070之间。那这项测试里呢，可以小幅超过770 XT 啊。那看起来啊，在基准测试里，这5060 Ti 的性能相较于4060 Ti 的提升很有限啊。那游戏里表现又如何呢？我们这次只测试了2560×1440一种分辨率，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测试更多的对比显卡上，因为很少会有人用这个级别的显卡去跑 4K 游戏，所以 4K 测试的意义呢其实并不大。咱们先来看看压力低的绝地求生里5060 Ti 的表现刚好介于4060 Ti和4070之间，以微弱的优势强于 RX 770 XT。那两种显存容量的表现呢倒是没啥区别啊。那功耗上呢则是跟4060 Ti 很接近啊，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50系的能效表现在这个级别依然是没啥提升。咱们接下来看看 COD21，5060 Ti 的两种显存容量在帧数上也没啥差别啊，相比较于4060 Ti仅仅有小幅提升。开启 DLSS 之后呢，甚至提升幅度更小，和两代70级的显卡差距也都不小，也比770 XT 更弱。功耗上呢，5060 Ti和4060 Ti也相差无几，比770 XT 和4070、5070都要显著更低。那么赛博朋克2077当中啊，5060 Ti 的表现终于算超过了4070啊，4060 Ti 在这里几乎只能和3060 Ti G6X 打平手。看起来5060 Ti 换上了 GDDR7 之后，显存带宽的提升很明显解决了2077里的瓶颈。那么不开光追的情况下呢，5060 Ti 几乎跑出了和770 XT 一样的帧数啊，小幅超越了4070。在开启光追之后，5060 Ti 的性能损失比4070严重不少，从小幅超过4070变成了被4070反超了。进一步开启真身城之后啊，只有5070的基础帧比较高。那5060 Ti 呢，虽然说可以补出100多帧的帧数，但是基础帧太低了，
延迟是没办法保证的。所以在这个画质下面 ，DLSS 4的实用性一般啊。那这档显卡下呢，我更建议你可以适当的调低一些画质，满足基础帧接近50 FPS 这样的情况下，再去开启多帧生成。那这样呢，你就能体验到 DLSS 4的真正实力了。当然呢，如果你是1080P 高刷玩家 ，DLSS 4的作用还是很大的。那么在《心灵杀手2》里面呢，不开光追的时候，5060 钛仅仅小幅超过上代4060钛。开启 DLSS 之后呢，也延续了这种情况，和4070有一定的差距，也比不过770 XT。那值得注意的是，8G 显存的版本 low 帧偏低啊，那看起来《心灵杀手2》的显存压力确实相当之高。开启光追之后，5060 钛的成绩和770级显卡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而且此时8G 显存的版本明显衰减更明显啊。那 2K 分辨率这个级别啊，这两张5060 钛的 DLSS 4基础帧数不算足够高啊，我觉得实用性有限。那下一个硬件杀手黑神话悟空里，5060 钛在不开光追也没开 DLSS 的时候，是基本没法流畅玩 2K 影视级画质的。当开启 DLSS 质量之后啊，帧数会上去一些，但还是到不了60帧的平均帧啊。虽然说啊，黑猴里5060 钛领先于4060 钛的幅度是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我还是更建议你开低一些画质来玩，或者把 DLSS 开到平衡档。那开了光追之后啊，如果你不开帧生成，那又是30帧主机级帧数啊！而且此时8G 版本还出现了爆显存的情况，会发生偶发性的掉帧啊。那开启 DLSS 4倍帧生成之后，由于基础帧不够高，所以体验算不上好啊。5060 钛玩黑猴，我还是更建议你去适当降低点画质，保证基础帧达到50帧左右的时候啊，再去开多帧生成。那这个时候游戏体验就会好一些啊。那《天国拯救2》里呢，5060 钛的表现小幅超过了4060 钛和770 XT， 但依然打不过4070啊，刚好介于两者之间。而这个游戏看起来是比较 A 黑啊，770 XT 居然只能跑到3060 钛 G6 x 的帧数啊。但是呢，这种不支持 DLSS 4的游戏里，5060 钛的提升幅度是真的非常有限啊。我们还测试了一个不支持 DLSS 的游戏《艾尔登法环》。那这里呢，两张5060 钛依然介于4060 钛和4070之间。那不开光追的时候呢，5060 钛比4060 钛强出25%。开启光追之后，领先幅度就要稍微低一点啊，反正是离4070还是有些距离。最后呢，咱们再来看看《怪物猎人荒野》这个游戏的显存需求相当之高，结果8GB 版的5060 钛甚至都没法顺利完成测试啊，测到一半就直接报错退出了。但奇怪的是，同样8GB 显存的4060 钛和3060 钛却能跑完测试，虽然 low 帧非常之低，帧数也不稳定啊，但这个5060 钛8G 的这个闪退呢，显然是不正常的，我觉得可能是测试版驱动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游戏里8G 显存的显卡还是得降点画质才能正常玩，能够顺利测完的5060 钛16G 呢，也还是打不过4070，倒是不开光追的时候和770 XT 差不多。那么综合游戏测试的结果来看呢，这个5060 钛啊，在 2K 分辨率下的游戏性能进步幅度大约是19%，在光深化游戏里以非常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前代的 A 卡770 XT， 但是距离自家的4070还有一定的距离啊。不是哥们儿，2年时间过去了，主流 GPU 的性能就提升了不到20%啊！而且8GB 版本在 2K 分辨率下遇到了大量的爆显存问题，可以说，如果你的目标分辨率就是 1440P，8G 显存的显卡如今基本上已经要退环境了。在我看来啊，基本上这个8G 显存的5060 钛只适合那些死守 1080P 高刷的网游玩家。但16G 版本的这个5060 钛呢，在不爆显存的时候，和8G 版本的性能又完全相同啊，所以这个加价呢，对游戏玩家到底值不值得，就只有玩家自己说了算了。我们还简单测试了一下它的生产力表现啊，那么在 PR 里面呢，5060 钛倒是跑出了和4070持平的成绩，大幅领先于4060 钛。你可以说更强的边界码器和更高的显存带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CUDA核心偏少的缺憾啊。但是测试成绩里呢，没法告诉你的是，8G 显存在实际的视频编辑应用里是不太够用的。所以说，如果你的项目比较大啊，这里我还是建议你去使用16G 的版本，显存容量的差距在这里啊会有非常大的体现。但 Blender 这种非常吃核心算力的软件里面，5060 钛的表现就明显不如4070了。这个表现也就比4060 钛稍微强一点啊，毕竟啊这CUDA核心数的提升幅度太小了。本地大模型的测试里呢，7B 参数下 N 卡之间的差距基本上就来自于显存带宽的差距。作为非常吃显存带宽的项目，3060 钛 G6 x 凭借着256位 GDDR6 x 显存，甚至和4070打了个平手。而5060 钛呢，并没能够打败这两位选手啊，但是相比4060 钛呢，还是有大幅度进步的。
这 GDDR7 显存的带宽提升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在14P 参数下，8G 显存的几张显卡就都光速退环境了。12G 是能够正常运行 Q4 量化14P 模型的门槛，甚至说如果你量化精度或者模型的参数量更高，16G 的5060 钛还是有机会反超12G 的5070的。所以说，如果你有 AI 应用的需求我认为8G 显存的这些显卡现在已经很难应付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功耗、温度和超频的表现。那么在 TimeSpy 测试当中，这张16G 的微星5060钛硬派师跑出了169瓦的平均功耗比4060钛稍高高的程度和性能提升幅度呢也差不多，能效基本上也没啥提升。不过这张微星5060钛硬派师的散热能力确实不错。20轮 Speedway 压力测试当中，这张卡的核心温度仅仅才最高65度，显存也才70度。那风扇转速呢也仅仅1750转，基本上是没啥噪音的。那这个散热表现相当不错这个散热的料是真没白下。最终呢，我们把5060钛的核心超频到了3.2G 赫，显存超频到了34Gbps那么这个时候 TimeSpy 的图形分已经突破了18000分大关，这个超频幅度还可以但是成绩呢也就相当于一个默认的4070。那整个测试做下来呢，这代5060钛的性能提升幅度就和其他的50系卡一样平平无奇可以说这张卡的性能提升主要就来自于 GDDR7 显存大幅提升的显存带宽能效表现呢也没有任何惊喜，相比于前代几乎毫无进步。实话说这不是5060钛的表现好，而是作为参照的4060钛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和4060钛一样，这代也有2种显存容量，8GB 售价3199，16GB 呢售价3599两种容量的价差呢确实明显比前代要小，但是3599的16G 版本也绝对算不上便宜。考虑到8GB 的显存容量，在今后2年的游戏里，面对越来越高的显存占用率，会越来越吃力那这代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推荐这个8G 显存的版本。那如果你真的要入手5060钛呢，我还是建议你仔细考虑一下你的使用场景，再决定你要入手哪种容量的版本。但如果你入手5060钛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生产力应用，那么这400块钱你就还是别省了，多出来的8G 显存是质的差距。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长按点赞键，来个素质3连，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